大家好，我是曹卫东。从4月8号到10号，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和台湾的周边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的名称是联合利剑。那么这次联合利剑的演习呢，首先是一次政治上的亮剑，因为军事演习它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地点、演习兵力的规模，还有演习的科目，以及演习的这种想定，就是企图。我们看这次演习的时间节点是针对台湾当局的蔡英文就是到美国进行这种窜访因为他说是过境，但实际上是有意识的安排。那么特别是进行了这种官方的往来，因为他在美国会见的是美国第3号人物，所以呢，这是对这个就是挟洋自重一种表现，同时呢，也是就是依美来谋独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向红线靠拢的表现，就是针对这样的行为，所以中国做出了强烈的反制。那么除了就是我们讲的外交上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些措施以外，那军事上的行动就是联合利剑的演习，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亮剑。那我们再看这个地点，因为这次联合亮剑的演习它是把整个的台湾岛东西南北全部围起来进行演习。那么这个区域可以说非常的明确，因为它是战备警巡就是作为一种作战的这个带实兵实弹的这种就是进逼的来进行对台岛的压制形成这么一种震慑和压制的这种态势。因为它是塑造，因为塑造就是原来没有这些兵力，而现在呢要制造成这样一个形态，所以它有这样的就是在地点上有这样的特点。当然我们还看到在演习的期间还要进行就是在福州还有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周边就是这个海域上面进行实弹的射击。那这个射击它的地点选择有什么的含义呢？你从这个台湾海峡来看，它当然是贴近大陆一方，但是就是像这个实弹射击的地点，它离金门马祖又非常近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非常有含义的，就是对这个台湾海峡的管控的能力就是如果你要是不遵守相关的规定这是实兵实弹的射击这也是对外传递的一种信号。这是关于地点。那么关于演习的规模呢，这次就是在演习的兵力出动上我们现在要体现联合作战，就是陆海空火箭军加上我们的战略支援部队5个军种联合进行演习。所以当这个兵力部署以后，它这个既在水下有潜艇，在水面有舰艇，空中有飞机，在太空中当然就有这种卫星的侦察监视，因为它要进行就是对目标的这种提前的侦察和确定。那么在打击之后呢，它还要判定这个毁伤的结果，要进行检验。再有呢，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电磁空间比如说电磁信息的这种侦搜，还有呢就是电子对抗这些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是在军事演习中存在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兵力的规模，所以它也是很大的，这个军种也是非常齐的它是这样一个。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它的企图或者是演习的想定来看，这次演习很显然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震慑就是如果搞台独是死路一条，如果向红线靠近，那么战争这种就是现实就要来临。所以这个不但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震慑，也是对域外的势力一种警告。因为这个台湾海峡它
是中国啊，在两岸，就是这个无论是台湾呢还是大陆啊，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因为它既是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台湾当局呢，它把它当做一个天堑或者隔阂。但是作为这个总的来讲，就是两岸统一来讲，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天堑，也就是解放军的能力能够跨过这样的海峡这样一个天堑，能够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在两岸的问题上，不要在中国的统一问题上插手中国内部的事务，因为我们一方面是有信心有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在现实当中，也就是我们是有这种军事上的手段，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的综合国力还有我们外交经济上的这些能力来支撑我们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演习的这个就是无论从规模还有区域还有能力的展现上其实就是很多人在评论它的这些什么新型的战机、新型的战舰，或者是演习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它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政治上的亮剑，就是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如果向红线上靠，或者外国的这些势力要插手两岸统一的问题上，是没有缝隙可钻的，是没有一点就是中国人说能够容忍就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容忍，我可以做让步的，没有半点的余地。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